上回书说到，百兽海贼团灵魂六子之一的德雷克身份暴露，被奎因和福兹福追杀。德雷克十分绝望，情急之下，他想起科比说的话：路飞是一个又强又值得信任的人。德雷克从奎因手下逃出，果断投靠路飞，希望和路飞一伙并肩作战。苍苍的成员纷纷表示此人不可信，甚至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拒绝。德雷克没听过荒之都偷看女澡堂的变态，倒是见过一枚，真是不得了的混蛋。娜美在一边吐槽道：“那个变态是你吧，山治？”路飞问道：“你是想打倒凯多吧？”德雷克回答道：“理由不能告诉你，但我们的目的一致。”索隆冲上前拔刀就砍，德雷克举起斧子挡下。索隆提醒路飞，这种人不可信，他和霍金斯一样，都加入到了凯多的麾下，这种时候了，还想用卧底这一招。德雷克忙解释：“我已经被驱逐了。”这话让大家伙更愤怒了，被驱逐了就要转过头来投靠我们，你这种墙头草更不值得信任。任凭怒批，不许靠近路飞。德雷克在海贼界也应该讲究仁义。路飞想了一下，告诉德雷克：“你可以成为我们的伙伴。”德雷克愣住了，完全不敢相信。其他人纷纷反对：“你这个呆子船长，快闭嘴吧！”路飞回应道：“我只是想打倒凯多，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虽然船长发话，索隆还是无法消除对德雷克的警觉和怀疑。他上前一步，警告德雷克绝对不可以靠近路飞，并逼问德雷克的立场。德雷克坚持不能透露，如果说出了自己的身份，那就真的会变成和草帽团的对立。这样的理由，索隆可不能接受，挥刀和德雷克打了起来。这时，讨人厌的阿普跑过来搅局，嚣张地指着索隆说道：“德雷克，你这叛徒，这次选择跻身在弱小海贼团的一边了。”一句话引爆索隆的燃点。德雷克拎着斧子走上前，表示自己从最开始就讨厌阿普这个家伙，正好趁此机会解决掉他，不为别人，只为出一口恶气。索隆刀剑一偏，指向阿普：“同感呀！这么一说，我们俩挺合得来。我也看不惯这家伙，联合作战成立。男人的默契就是这么简单，对立方瞬间成为盟友。阿普是绝对不可能打得过索隆和德雷克的。不过有人赶过来插了一脚，奎因提着自己的加特林重机枪，对着索隆和德雷克就是狂扫。特制的冰鬼子弹可以让被击中的人立即被这种瘟疫子弹感染，并且变成寒冰丧尸。德雷克，别以为你能跑得了！德雷克惊了，这种反人类的生化武器，没想到你真用上了。索隆瞥了德雷克一眼，你这个小子长得不怎么样，仇人还挺多的。一灾弹冰鬼是奎因发明的最高节奏的反人类武器，传播能力很强，被打中的人会在短时间内经历冰冻、发狂、痛苦、死去3个阶段。被冰鬼携带者触碰到的人也会瞬间染上病毒。暴五郎等人率领重武士与冰鬼丧尸军团作战，形势不容乐观，自己很多人被抓伤感染了病毒，变成冰鬼丧尸。乔巴十分愤怒，身为一个医生，他见不得有人用这种反人类的病毒武器，是要发明出解药来杀奎因的嚣张气焰。路飞将手边的伙伴们布置了一下位置，自己则向着鬼岛穹顶奔去，山治陪在其左右。一路上，路飞和山治遭遇各路奇葩，最奇葩的选手莫过于这个手臂上长着星星的真打星星人。星星人上来一波装逼嘲讽，加上猛男操作，结果根本没用路飞和山治动手，身凭一个水击就撂倒了这个壮汉。大河这边赶过来支援桃之助，桃之助与小忍听说大河自称光月玉田是桃之助的爸爸，当即觉得这人不靠谱，小忍抱起桃之助就跑，大河在后面紧追不舍，边追边喊：“我的儿子桃之助，请听我说一说。”小忍心想，这人好像在玩剧本杀，入戏太深了。桃之助想听一听这个自称是自己父亲的人到底要说什么，小忍立即表示拒绝。桃之助大人，这里是敌人的大本营，处处充满危机，您不能有奶就是爹呀！大河、小忍、桃之助3人的闹剧被保皇派出去的监控猫看得一清二楚。保皇将监控画面传给晋立即下令所有空闲的给付者和凌空六子立即前往桃之助所在地，找到桃之助，将他就地抹杀。小忍带着桃之助在塔内奔走，正巧来到了赤木所在的位置。赤木二话不说，轻轻一指，手下们立即扣动扳机，轰隆隆一声爆炸，残暴的火力估计都要将2人打成肉末了。不过小忍的确有2下子，在这种情况居然全身而退，并且打了个反手。只可惜他遇到的是赤木的装甲部队，小忍的物理攻击对他们没什么大用，让你跟着大河你偏不听，这一下陷入敌人的包围战圈了。就在小忍被敌人摁住要被斩首的时候，大河急线赶来，一个雷鸣八卦将敌人掀飞，救下了小忍。赤木懵了，你这是要妨碍我吗，大河少爷？大河扛着狼牙棒霸气地挡在桃之助面前，不是妨碍，我要为光月而战，因为我就是玉田。镜头来到大妈这里，大妈被甚平联合丢出了会场，趴在外面就地又睡了一觉，起身遇到了赶来支援的佩罗斯佩罗和马尔科。大妈一头雾水，白虎的海贼团不是解散了吗？你怎么来了？马尔科笑道，和一家崽子的目的一样，斩妖除魔。佩罗斯佩罗赶忙解释，没错，我们是来打倒凯多的，为此我们还联手了。大妈说，你可真是孝顺啊，
我这边他妈和凯多结盟，你那边计划干掉凯多，大孝子。佩罗试图阻止大妈与凯多联盟，结果当然是失败了。大妈坚信自己一定会好好利用凯多的力量，找到最终之地。那么马尔科和佩罗的联手自然也宣布停止。大妈一见马尔科，就想到了当年那个战无不胜的白胡子。怎么，白胡子的残党也跑来搅浑水？马尔科笑着说道：“你怕不知道残党是什么意思？现在的我们完全是自由身，已经不受老爷子的约束，小心把你假牙打飞，老太婆！”鬼岛穹顶、猫腹兽老大和犬蓝公爵联手砍断了杰克的一只象牙，现在杰克的身价只值5亿贝利了。凯多厉声阻止：“你们干哈？打狗还得看主人呢，真当我是个摆设？”凯多猛吸一口气，一招热气喷向警卫们等人。警卫们跳上空中，拔出50刀，虎火流，焰烈斩。警卫们拔出50刀，迎着凯多的热气砍过去。凯多的火焰被砍成2半，刀锋掠过，划开了凯多的眼角。凯多这回版本被削弱的太厉害了，大概是太强了，剧情没法推进，所以官方故意给削了。接着，这下武士们一起动手，爬上凯多的身体，一顿输出。凯多甩开众人，吼出一波雷电，将赤脚武士们打倒在地。你们也不过如此，和玉田的刀法差太远了。火焰之中，赤脚武士们重新站起来。那一瞬间，凯多仿佛看到了玉田，心里的阴影重新被唤起。凯多惧怕玉田，玉田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心魔。警卫们一刀斩开火焰，凯多松了一口气。你们不是玉田呀，吓死老子了！如今玉田不在了，你们这群假装武士的家伙又能做得了什么呢？大家冲上去，又是一顿猛如虎的操作。凯多只当是热身，如此反复，何时到头？警卫们似乎也觉得再拖时间也不是办法，终于准备起大招了。所有人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了2把50刀，凯多张开大嘴，宛如龙形加特林一样，对着警卫们等人就是突突突。警卫们带领赤脚武士们迎面而上，避开凯多的突突突，飞奔至凯多面前。警卫们举刀劈开了凯多的火焰，接着所有人使出了从玉田那里传承下来的绝技——玉田曾经的必杀玉田2刀流桃源10拳。9人化身9道光芒，直接袭向凯多的腹部。凯多旧伤复发，加上心理作用，被赤脚武士劈伤了身体。凯多倒地，警卫们等人见凯多没了动静，情不自禁喜极而泣，拍手庆祝胜利，终于打倒凯多了呀！海贼王要大结局了，长夜将明，和之国的黎明到来了。还是阿修罗童子比较清醒，拔出50刀提醒警卫们，不斩下凯多的脑袋都不算完，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凯多甩动龙尾巴拍过来，接着挺起身体。你们想完结海贼王？太梦幻了！有我凯多在，不拖你个2000级，我都不叫四皇。从你们的气魄上，我看到了关羽玉田的影子，死在他手上其实也挺好，但可惜了，你们不是关羽玉田那样的怪物武士，再也不会出现了。你们太弱鸡了，这种力量连我身上当时的旧伤都无法展开，杀我你们是做不到的。凯多抬起龙手，猛吸一口气，空中顿时飞沙走石，出现了一道龙卷风。凯多向警卫们等人发动攻击，呼出的气息化作锋刃斩向众人，雪花飞溅。小菊一声惨叫，左手被硬生生切了下来。警卫们等人给小菊做了简单的止血包扎，小菊撑刀站起来，表示可以继续再战。凯多表示：“我他妈燃起来了，既然你们想死，我来结束一切。”凯多变回人形，狼牙棒扛在肩上，真正的大战才开始。